妻子把给儿子救命的熊猫血私自调给了白月光的儿子。后来，儿子由于没有及时输血，死在了手术台上，而他白月光的儿子成功活了下来。妻子高兴地和白月光一起庆祝。医生告诉我得了胃癌，对此我并没有多难过，我早已心灰意冷，独自拟好离婚协议，这是我死前唯一的心愿。天色已晚，室内昏暗不定，我抱着儿子的骨灰盒，满脸都是泪，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，心怎么会这么痛呢？我的儿子才刚刚7岁，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，他怎么就死了？都是林浅，要不是他，我儿子根本不会死。我愤怒地捶墙，可人肉哪抵得上坚固的墙？一瞬间，血就从我的手上流了下来。这时候林浅回来了，她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反而打扮得光鲜亮丽，甚至连眼睛上都涂上了眼影。以前她向来喜欢素净，直到她遇到她的初恋傅云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她的眼睛里面有了光，没有了我和孩子。我抱着骨灰盒，眼里空洞又麻木，看见她的时候，甚至用受伤的手抹了一把脸。我苍白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真正的血色。林浅看见我这副样子，狠狠地吓了一跳。孟凡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副样子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看见你我都嫌恶心。他当然不想看见我，他现在每天就知道打扮美美的出门，然后和他的初恋情人傅云约会，甚至把傅云的儿子小雨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。不，怎么能说当成亲生儿子，那叫更胜亲生儿子。毕竟他怎么对待我家星星的，夺走他救命的熊猫血，就为了给傅云的儿子。他明明知道星星的血型特殊，但还是把那珍贵的熊猫血给了小雨。他根本不在乎我，也不在乎自己的儿子。我几乎是怨恨地瞪着他，我之前眼光怎么会这么差，看上了这个没有心的女人。孟凡，你阴恻恻地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天天抱着这个骨灰盒恶不恶心啊？星星都走了，你就不能让他安息吗？安息？亏这种话他也说得出口。要不是他私自把熊猫血给了傅云父子，星星根本不会死。星星死之前都还在念叨着妈妈妈妈，可他的妈妈呢？他的妈妈在抱着另一个孩子，发自内心的高兴那个孩子没有死去，而对自己亲生儿子的死活毫不在乎。孟凡，我劝你别再想当初的事情了。星星的命是命，小雨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你做人不能这么自私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林浅是因为所谓的大义吗？他当然不是，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心。这一刻我清楚的明白了，自己的枕边人根本不是人，一个连自己亲生孩子都能牺牲的女人，还能算是个人吗？我整个人都因为愤怒颤抖了起来。林浅，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林浅不可置信的看着我。孟凡，你疯了吧？你要是因为星星的事情心有不满，你就直说啊，现在弄出这副样子干什么？哼，我知道了。林浅一副看透了我的样子。你是不是就是想让别人谴责我？现在星星去世了，我再跟你离婚，大家都觉得我抛夫弃子，都来指责我，你就高兴了是吗？我冷冷的望着他，心早就碎成了一片又一片。他真的算是一个人吗？林浅，我压抑着怒气，在墙上狠狠的捶了一拳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星星，星星他都已经去世了，你身为他的母亲，你怎么只在乎所谓的名声？你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去世了，他还那么小。林浅听到我的话，脸色一下子就垮了下来。孟凡，你以为星星走了我不难过吗？他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我比你更难过，但是我不会像你这个窝囊废一样，只知道难过。小雨也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，你怪我救了他，我还觉得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。同情心？在自己儿子生死关头，他居然能用同情心来比对星星的命，我恨不得现在把他勒死，让他去见星星，自己亲口跟星星说，他这个妈妈到底为什么不救他。我无意和这种人争论了，我的胃也绞痛了起来。这时候因为怒气，我甚至喉咙都感觉到一股子血腥味。胃癌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会控制不住的呕血。林浅，我不想和你争论什么，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签好了，我们马上离婚。从星星死的一刻，我就决定一定要和林浅离婚。孟凡，你现在不冷静，我不想和你聊这些。可我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必须和他离婚。我不想我死的时候，她还是我的妻子，这只会让我恶心。林浅的眼里都是嫌恶，他现在早就忘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多么的浓情蜜意。他心心念念的只有他的那个初恋白月光傅云。林浅，你要是再不签字的话，我就走法律程序了。到时候我们打官司，你没有救自己儿子，反而救了其他男人的孩子的事情，就会被全世界知道。你也不想身败名裂，对吗？我知道林浅这个人冷心冷情，从前我是他的舔狗，他高高在上的接受我的爱，可他却一生都无比渴求他的初恋情人傅云爱他，他想要成为傅云眼里最完美的情人。所以我知道林浅他不会毁掉自己的名声，他一定会跟我离婚的。果然，下一刻他就恨恨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。孟凡，房子留给你，存款我们一人一半，以后这个家我不会回来了。他说完这句话就决绝地离开了。这时候我抱着星星的骨灰，喷出了一口极其浓的血，直接喷洒在了白色的墙上。我重重地倒在地上。死之前我只在庆幸，还好我已经和他离婚了，至少我死的时候不用沾染上他。我成了一缕幽魂，飘荡在整个城市的上方。这时候我却听到了一道熟悉稚嫩的声音：爸爸。我一转头，瞬间眼里含泪。
这不是星星吗？星星还是原来那副模样，不过跟我一样，他已经变成透明的了。我抱着星星，我们两个人漂浮在城市的上方。我虽然死了，但这一刻我却无比的幸福。我终于又能抱着星星，和他永远的在一起了。星星说他想见见林浅，他年龄小，即使变成了鬼魂，也不懂得自己该漂浮到哪里去。我并不希望星星看见林浅，可是林浅毕竟是他死前都在惦记着的妈妈，我不能对他这么残忍。我还是带着星星去见了林浅。林浅自从离开了家里，果然就去了傅云的家里。他突然变得贤惠起来。从前家里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他什么也不用做，只要单方面的享受我的付出就可以了。可他在傅云家里不是这样的。林浅给傅云还有小雨做饭、洗衣服，就像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一样。星星看不懂这些，他只是有些奇怪的问我：爸爸，妈妈现在怎么在别人家里当保姆啊？是来钱不够花了吗？早知道星星就告诉妈妈自己的存钱罐在哪里了。星星还在心疼他的妈妈。听到星星的话，我的心都揪了起来。星星这么好的孩子，林浅怎么会狠心不救这么好的孩子？我还是痛恨自己的心软，痛恨自己在内心深处还爱他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就应该一刀把他一起捅死。只是我做不到，可惜鬼是没有眼泪的，不然我现在的眼睛应该已经通红了。上天难道不该是公平的吗？林浅做错了这么多事情，他就不应该得到报应吗？林浅还伸手摸了摸小雨的脸，他虽然温柔地看向小雨，可实际上他余光却看向了傅云。这一切都是做给傅云看的，他想让傅云知道自己是一个好妈妈。小雨乖，阿姨喂你吃饭好不好？小雨脾气不好，直接伸手把碗摔在地上。坏女人，我不要你喂我，你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抛弃，以后你肯定对我不好，你给我滚，我不要你做我妈妈。林浅的笑容一瞬间僵住了，他趴在地上收拾小雨弄碎的碗，仿佛一点都不生气的模样。小雨，那阿姨给你重新煮一碗吧。我何曾看见林浅如此卑微的模样，原来他在他喜欢的人面前是这副模样。最后还是傅云打圆场教训了小雨几句，但我总觉得这个傅云看向林浅的眼里没有爱，只有利用。只是现在也不关我的事了，这是林浅自己的选择。就连星星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突然变得沉默了。我知道这会伤他的心，毕竟知道自己的妈妈不爱自己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。星星说他想回到我们以前的家里，我带着他飘了回去。星星小小的魂魄坐在那里玩玩具，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，于是我又飘到了傅云家里。小雨已经睡着了，虽然我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还有林浅哭肿的眼睛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是跟小雨又发生矛盾了。至于什么矛盾，我已经无暇顾及了，因为我看见林浅哭肿着眼睛靠近了傅云的怀里。阿云，我是不是真的很糟糕啊？小雨那么讨厌我。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当初最吸引我的就是他身上这种楚楚可怜的气质，我总是有一种想要保护他的冲动。可惜是我看错了人，他的心比铁还硬，所有的可怜都是他的伪装。傅云怜惜地亲吻了他的脸，他们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就滚到了一起。我看见傅云撕扯了他的衣服，两个人倒在床上翻云覆雨。林浅不似和我在一起的冷淡，反而魅惑地望着傅云，极力地迎合他。我的心早就已经荒芜一片了，但看见林浅这样躺在另一个男人身下承欢，我的心还是止不住的揪痛。现在我们离婚了，他可以毫不犹豫的，没有任何道德束缚，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。阿云，他一声又一声的喊他，也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。如果心是玻璃做的，那我现在早就一片又一片的破碎了。自从他见到傅云那天开始，他早就想和我分开，投入他的怀抱。可是感情上的背叛，我可以拼命说服自己看开，可他怎么能因为讨好另一个男人来牺牲掉自己儿子的命？他真的不配做一个母亲。他们两个人还在激烈的动作时，这时候林浅的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是警察给他打的电话。请问你是林浅小姐吗？你知道孟凡先生因为胃癌在家中逝世了吗？林浅正在和自己的初恋颠鸾倒凤，警察去说我死在家里了，他当然不相信，他甚至觉得警察都是我找人扮演的，为的就是让他回家。林浅光着身子坐了起来，用极其轻蔑的声音说道：你是孟凡找来的人吧？我说你们编也不编得像一点，我怎么不知道孟凡有胃癌？你去告诉孟凡，是他让我和他离婚的，现在他就算死了都跟我没关系。他甚至听到这个消息不会感到心惊，而是满脸的嫌恶。警察大概也觉得无语，他有些严厉地说道：林小姐，请您现在马上来警局一趟。林浅虽然觉得我们在演，但他现在没有继续的心思了。他穿好衣服对着电话冷笑了一声：行，我现在就去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演的什么大戏。要是你们在骗人，我马上报警。傅云陪着林浅坐车去警局，一路上他的脸上都挂着讽刺的笑，直到他真的进了警局，看见我的尸体的时候，他的眼里还有些震惊。孟凡，他真的已经死了吗？林浅不由得颤抖了起来，他是真没想到我死了，我的尸体都已经开始腐烂，可我的手还紧紧抱着星星的骨灰盒，像是要把它融进我的骨血里。看到这一幕，林浅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的泪顺着脸庞流了下来，他想要伸手触碰我，但却不敢，眼里全是浓浓的愧疚。孟凡，是我害死了你。他蹲在地上崩溃大哭。星星死的时候他也哭了，可他只是红了眼眶，
因为他在把血让给小雨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结果了。可是我却不一样，他没想到我居然死了。难怪他要和我离婚，原来是不想连累我。林浅哭得不能自已，可是这一次他猜错了，我根本不爱他了，我又怎么会因为担心连累他而离婚？我只是不想我都死了，他还挂着我老婆的身份，这一切只会让我痛恨又恶心。他是间接害死星星的凶手，我又怎么能够原谅他？不过既然他这么想了，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个认知会让他更加痛苦。看见他捂着心口崩溃大哭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我们的初相识，那时候的她很美，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，我是她的学长，看见她的第一眼我就心动了。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她，我只在她的身边默默地守护着她。我看着她心里惦记着初恋，看着她换了一个又一个和她相似的男友，最后痛不欲生地得知了傅云已经结婚的消息，她这才愿意接受我。刚结婚的那会儿，我总觉得她应该是爱我的，至少她全身心地依赖我，甚至愿意给我生下孩子。没有人知道星星出生的那一天我到底有多高兴。在我看来，那是承载了我们爱的孩子，我要用一生去照顾他，爱护他。可惜这一切都因为傅云的出现烟消云散。那天林浅说要参加同学聚会，回来的时候，我听见她和她的闺蜜打电话，没想到傅云居然离婚了。林浅的声音是显而易见的惊喜。玲珑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他还是那么迷人。你说我要是也离婚了，我和他是不是有机会在一起？因为这句话，那天晚上我一整晚都没有睡着，脑海中反反复复出现的就是林浅的这句话：要是他离婚了，他就有机会跟傅云在一起。他宁愿抛夫弃子，也要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。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挫败，可我还没来得及痛苦和伤心，星星小学的客车居然出车祸了。在车上的除了星星，还有一个小男孩受伤严重，那就是傅云的儿子小雨。生死关头，林浅却选择了小雨的命。想到这些，那些痛苦无力的绝望感，一瞬间又涌上了我的心口。望着林浅痛苦的模样，我只希望他更痛苦一些。旁边的傅云伸手把他搂进怀里。浅浅，你别难过了，他自己得了癌症，和你没关系，又不是你害他得的。之前你不是一直说孟凡很烦吗？现在他死了，你应该高兴的。傅云说的话简直没有半点人性，就连林浅都有些错愕地看着他。阿云，孟凡他毕竟和我10年夫妻，我怎么能高兴呢？傅云听到林浅的话，眼里露出了阴鸷，但嘴上还是说道：阿浅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。这孟凡死了之后，我们不就能安心在一起了吗？他伸手握住林浅的手，眼里都是深情。阿浅，你难道就不想跟我一生一世吗？很明显，林浅还是很爱傅云的。听见傅云这句话，他的眼里一瞬间从难过转向了欣喜。阿云，你不会骗我的对吗？傅云把他搂进了怀里，我亲眼看着他们甜蜜了几天，但没过2天，傅云就打起了我房子的打算。阿浅，我这边做生意需要200万，反正现在你跟我一起住，那套房子就卖掉了呗。孟凡现在死了，房子就是你的了，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听到这话，林浅的眼里都是为难。阿云，孟凡刚刚才走，我就把他的房子卖掉了，这怎么可以？林浅对我的愧疚还没有消散，他并没有同意傅云的要求。我看见傅云的眼里一闪而过的是不耐烦，他果然不是真的爱林浅，他从始至终心里就只想着钱。房子的事情我再想想吧，我手里还有30几万，你先拿去用。林浅对傅云可以说是掏心掏肺的好吧，若是当初他对我有现在对他的3分好，我都不知道我会有多么感激涕零。被偏爱的人就是有恃无恐。傅云拿到了30万，倒是也没有再逼林浅卖房子了，而是假装可怜的说道：亲爱的，你知道这些年生意不好做，我不逼你，但是要是有了那200万，我肯定能赚很多钱，以后给你买的就是大别墅了。林浅在我身上机关算尽，却在傅云面前单纯的像个孩子。好，我再想想。林浅看起来并不高兴，他的脸上都萦绕着淡淡的忧伤。下午他就穿着一身黑衣出门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为我扶丧。他回到了我们原来的家里，望着冷冷清清的家里，他突然有些窒息地抓住了自己胸口的衣服。我不清楚他是怎么了，明明当初星星去世的时候，他也就难过了好一会儿，就沉浸在和傅云的旧情复燃当中。但是这一次我死了之后，他好像不一样了，似乎整个灵魂都被抽空了。妈妈，我看见星星的魂魄从房间里面飞奔了出来，他高兴地在林浅身边上蹿下跳的，可是林浅看不见他，他伤心地走到了我的旁边。爸爸，妈妈为什么不理我？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心里十分心疼。星星，你忘了我们已经死了吗？星星这才挫败地低头，他真的很爱妈妈，可惜妈妈好像没有那么爱他。我的星星本来应该成长在爱里的，现在却成了这副样子。我的心里一时间也涌起了浓浓的愧疚，是不是我早点跟林浅离婚，放他自由，一切都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了。林浅抱着星星的骨灰盒，沉默地流下了一滴泪。自从我死了之后，他好像缓过劲了一样，真正意识到了我和星星都离他远去了。我和星星也没有说话，就这样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。星星，林浅突然嘶吼了一声，他冲进了星星的房间，抱着星星的玩具开始大哭了起来。星星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没有救你，你能不能原谅妈妈？我本以为林浅已经丧尽天良，
没想到他还是对星星残存着一丝爱，只是爱得太微不足道了，完全比不上林浅自己的私心。我知道，若是让林浅再选择一次，他也一样会选择自己初恋情人的孩子，而不是星星。林浅的哀嚎是短暂的，他愣愣地给星星收拾玩具。这时候，玩具里面掉出来了一本本子，那是星星的日记。星星会写的字不多，所以很多日记都是星星用拼音写的。林浅打开了星星的日记，艰难地拼读了起来。今天妈妈给我煮了鸡翅，妈妈好久没下厨了，星星好高兴。星星真的很喜欢妈妈，妈妈是最漂亮的妈妈。今天爸爸问我更爱她还是更爱妈妈，他说我一定更爱妈妈。我是小小男子汉，爸爸说我要保护妈妈。林浅一边读着星星的日记，一边直接泪崩了。他大概在放弃星星的那一秒，从未想过星星是如此的爱他这个妈妈。星星在旁边也看哭了。爸爸，我们去哄我妈妈好不好？我不想看妈妈难过。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这么乖的一个孩子，任谁选择放弃这样一个孩子，都会让自己痛不欲生的。林浅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宝贵的东西。他抱着这本日记本，几乎哭到昏厥。之前他对傅云的爱意冲淡了他没有选择星星的愧疚，但此时此刻之前的愧疚，一瞬间都铺天盖地的涌了上来。他知道自己错的有多么的离谱。林浅哭到了晚上，才回到了傅云家里。可是傅云的妈妈居然来了，她一看见林浅就趾高气扬的说道：“你就是那个死了老公的寡妇。”傅云妈说话实在难听，林浅就算再爱傅云，都变了脸色。傅云大概是觉得林浅还有利用价值，赶紧说道：“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阿浅现在是我女朋友。”傅云妈妈却一脸刻薄，她伸出手狠狠地给了林浅一巴掌。贱人，你这个晦气的寡妇，还敢来勾引我儿子！我告诉你，你就算给我儿子舔脚，你都不配。当初高中的时候就勾引我儿子早恋，现在居然还来纠缠着我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只有千金大小姐才配得上，你根本不配。林浅被打我并没有心疼，相反我却觉得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他当初上赶着贴着傅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这个结局了。妈，还是傅云死死地拉着他妈去房间，要不然傅云妈妈和林浅绝对还会打起来。林浅抱着星星的骨灰盒，傅云满脸的犹豫，林浅却不敢置信地望着他。傅云，你妈刚刚可是打我了，她还羞辱我，我是看在她是你妈的份上，我才忍的。结果你不仅没有叫她跟我道歉，现在还要赶我走。林浅像是第一次认识面前的男人。阿浅，她毕竟是我妈，你总不能让我为了你打她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傅云也开始烦躁了起来，他觉得林浅不懂事，可林浅被我宠惯了，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待遇，他立马就发飙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回去住，我在那个房子里面住的怎么会安心？你不是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，要不是为了救你儿子，星星也不会死。他嘶声力竭，崩溃不已，可傅云却极其冷漠地看了他一眼。林浅，别的事情也就算了，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愿意的，你现在拿出来刺我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傅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林浅发了疯一般的跑了出去，还一不小心磕到了地上，他的腿上流了很多的血，可他不在意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比他的心更痛。他一个人蹲在公园的角落里，天黑了，他根本不敢回我们的家，只要一回家，他就会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，一切都是他自己亲生毁掉的。他就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一晚，第二天傅云就来找他了。阿浅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昨晚是我的错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叫我妈早点回她家的。傅云情真意切地说道。林浅瞬间抬起头，真的吗？他哪怕对傅云再失望，傅云依旧是他的白月光，所以他总是对傅云格外宽容。或许他没有多爱傅云，但年少不可得的人，终究是困扰了他的一生。真的，我们回家吧。傅云搂着林浅回了他家。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果然，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傅云又一次的提起了叫林浅卖掉房子的事情。可被傅云他妈打了一巴掌之后，林浅似乎清醒了不少。他有些狐疑的望着傅云。阿云，你还不会是为了那套房子才哄我回家的吧？傅云的脸上瞬间闪过了一丝心虚，他佯装生气的说道：“阿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？我当然是担心你才带你回家的。你都不知道我妈她有多难搞。”最好是。林浅冷冷的，整个人没有了生气的模样。阿浅那房子的事情，我再想想吧。这时候，一道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林浅，是我的同事李强。他愤怒的眸子都猩红了起来。林浅，孟凡尸骨未寒，你现在居然就找新欢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他恨不得冲上来给他们一人一拳。林浅，你知不知道孟凡得胃癌是因为你想要换车，他才拼了命的应酬喝酒，要不然他还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得胃癌？你说什么？林浅冲上去按住李强的肩膀。你再说一遍。他满目猩红，看起来几乎是想崩溃的边缘。我说，孟凡就是被你这个害人精害死的。林浅跌坐在地上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要不是我知道孟凡爱你爱的连命都不要，我现在就把你的事情曝光，告诉所有人。李强是我的好兄弟。他恶狠狠地指着林浅，随后愤怒地离开了。他是最了解我的人，自然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胃癌。林浅整个人瘫软在了地上。阿浅，我们回家吧。你别信他说的话，孟凡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傅云依旧在旁边说风凉话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静静。林浅把傅云喊走了。傅云有些犹豫地离开了。
林浅一个人趴在地上，崩溃的大哭了起来。不知道他是哭了多久，才能站起来走进了傅云的家里。阿云，林浅虚弱的喊了一声，可是根本没有人回答他。他打算走到傅云的房间里面看看有没有人，可这时候傅云和他妈的声音却传了出来：“儿子啊，你确定那女的肯卖房子给我们200万吗？你可不要为了让她留下来骗我啊！”傅云他妈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妈，你就放心吧，要不是为了钱，我怎么可能愿意跟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在一起？妈，你都不知道我跟她睡我有多恶心，生过孩子松松垮垮的，我都忍不住出去花钱找女人。”林浅听到傅云的话，一瞬间眼里恨意乍现。我就说那个狐狸精怎么配得上我儿子？还好儿子你聪明。对了，儿子，你骗的钱怎么跟他分啊？他该不会赖着你一辈子吧？果然是母子，算计人恶心的嘴脸一模一样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在接触一个女大学生了，她看起来蠢，家境好，以后就把她娶过门。至于林浅，到时候我就把她骗到我朋友的夜店里面上班，让她染上脏病毒瘾了，她赖不到我的。傅云还真就是个畜生，看着他满脸洋洋得意的嘴脸，我就感到恶心，更何况是林浅。他眼里的怒火已经铺天盖地了。他冲到客厅里，拿了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地踹开了傅云的门。傅云还吓了一跳。阿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的眼里都是浓浓的心虚。傅云，我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！你和这个死老太婆说的话，我全部都听见了。林浅拿着刀，可傅云他妈却不怕，他还指着林浅破口大骂：“你听到又怎么样？你还敢杀了我们吗？”他这句话无疑是激怒了林浅。林浅拿着刀，狠狠地插入了傅云他妈的心口。他又狠狠地拔了出来，旁边的傅云露出了惊恐的神情，可已经没有用了。林显直接一刀抹了傅云的脖子，他仰天长啸：“孟凡、星星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来陪你们了。”林显自杀了，他永远地躺在了傅云的家里。我望着这一切，再没有了任何人爱和恨，往事就让他们随风去吧。我和星星手牵手，一起走向轮回。下一世我和星星，就算做兄弟也好。